被低估的黑马，重新聊聊琉璃和那个熬了很多年的诚意。我先问你一个问题，2020年那个夏天，我说假设啊，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当初琉璃这部剧，片方没有用诚意和袁冰妍，而是砸了大价钱，请了2个当年最当红、粉丝基本盘最后的流量来演男女主，你觉得他还会是那年最大的那匹黑马吗？我跟你讲，我的答案很直接，不会，他火不了这么大。行，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咱们不复读剧情，也不念新闻，这部剧的故事你们比我熟，前世今生、黎泽公、楚玄机、闭着眼都能背。今天我想干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顺着这个假设一路往下推，看看诚意这个雨丝凤到底凭什么被看见，凭什么让这部剧从一开始没人看好，变成到现在还有人一遍一遍重刷。你听我说，我最近就是把这部剧翻出来，本来只想看2段，结果一口气看了大半宿，越看越觉得有东西可聊，所以今天特别来劲。咱们先把时间拨回2020年那阵子，把当时的行情捋清楚，不然后面的话你听不出分量。那段日子，国偶仙侠是什么行情？说白了就2字，内卷。市场那时候有一套几乎写死的逻辑，想要热度，第一件事不是看剧本好不好，是看你男主是不是流量。有粉丝基本盘，有话题度，剧还没开播，热搜的位置先给你定好，超话数据先给你扬起来。翻译成人话就是，那阵子整个市场默认了一条规矩，非流量主演等于风险，等于没人买单。所以你回到琉璃定角开播那会儿去看，他是真的不被看好。诚意当时是什么位置？他不是新人，他也不是没戏演，恰恰相反，他熬了很多年了。配角、男二、带爆，就差那么一个能被观众牢牢记住的角色。这种状态最难受，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行，但你缺一个证明自己的出口。袁冰妍也是类似的处境。片方欢瑞世纪当时就是把宝压在这么2个非流量身上，在那个大家都追着流量跑的市场环境里，这几乎是逆着行情在走。那么问题来了，这部剧首播的时候，坦白讲，开局并不算炸，热度是一点一点往上爬的。当时网上就有声音冒出来说，你看吧，果然非流量带不动，剧再好没人气也白搭。但你别急，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仙侠这个品类，前几集本来就慢。世界观得铺，门派关系的立，前世今生的因果得一层一层交代清楚。这不是演员的问题，这是这个类型天生的行业通病。你拿前3集的数据去 judge 一部整整59集的仙侠剧，这本身就不公平。就好比一场长跑，你不能看人家前200米没冲刺，就断定人家跑不完全程。好，下面进入我今天最想聊的部分。我打算把当年围绕这部剧的3种声音都摆到台面上来，一个都不藏。但我得先说清楚，下面我会先把几种反方的声音整理一遍，那些不是我的观点啊，你一定要听我讲完整了再判断。别误会，我不是要拉踩，我是想让你看清楚当年那些质疑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先摆第1种声音，也是我自己最认同的，就是这部剧的口碑很大程度上是被2位主演的表演一点一点撑起来的。这个我后面会重点拆，先记着。那反方那边是怎么说的呢？大概有这么几种。有人说，非流量没号召力，剧能火纯属运气好，正巧赶上暑期档，没什么强对手。网上还有种声音是，你看首播数据不够亮眼，这就是主演带不动的铁证。也有人说，豆瓣7点几分嘛，也不是什么封神的神作分数，吹得太过了。行，反方就这些，说完了。现在我一条一条给你捋，你看他们经不经得住推敲。先说运气好赶上空档这条，你要真觉得那年暑期档没有对手，那是不太了解当时的竞争。同期不是没有大制作，不是没有阵容更豪华的剧，可是琉璃靠什么？靠内容一集一集把人给留住了。你想想看，留人这件事运气是给不了的。
运气能让你火3天，火不了一整个夏天，更火不了播完之后好几年还有人回头刷。再说首播带不动这条，刚才讲过了，仙侠慢热是通病。而且你看结果，这部剧首播收官，累计播放量做到了26亿多，位居同期网络剧第一，开播前光预约人数就破了100万，站内热度更是破了当时优酷的记录，成了那年优酷站内最热的剧之一。这些数字凭我印象是当年很硬的成绩，具体的小数点你们要是记得更准，评论区随时指正我，但逆袭这个事实本身是跑不掉的。我就问一句，一部所谓带不动的剧是怎么一路爬到破平台记录的？至于豆瓣分那条，一部古偶仙侠能稳在 7.5、7.6 这个区间，评价人数几十万，其实已经在这个品类里算相当能打的位置了。你别拿它跟正剧、跟神作比，那不是一个赛道。更关键的是，这个分数是随着播出一路往上走的，越播越香，追组人数当年还创了暑期档的记录。这说明啥？翻译成人话就是，观众看进去之后是用脚投票的，是真情实感被留下来的。好，反方到此为止。现在我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部剧能成，成毅这个雨丝凤是那块不可替代的拼图。为什么这么说？我给你拆几个具体的地方。你别嫌我抠的细啊，我一直觉得演技这东西，魔鬼全在细节里，泛泛的夸他演得好是没用的，得说出好在啊。先说那场死盾的戏，雨丝凤这个角色最难演的地方，其实不是那种外放的嘶吼式的爆发，恰恰是隐忍。他有大量的情绪是压着的，是死死憋在眼睛里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段，他心里明明已经翻江倒海了，可脸上还要维持那种清冷克制的样子。你去盯着他的眼神看，那眼神不是空的，是有东西在里头打转的，是有戏的。这个东西是一寸一寸演出来的，不是靠一张脸就能糊弄过去的。还有断情丝那段，等等，不对，我先纠正一下我自己，我怕我把2场戏给你说混了。一场是他压抑情绪，强撑着克制的戏，另一场是断情丝那种决绝的戏，这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我不能混为一谈。断情丝那场难就难在决绝里头还带着不舍，你演得太决绝，人物就冷血了，你演得太不舍，又拖泥带水立不住。他拿捏的是中间那个特别微妙的度，而这个度靠的就是台词功底加上多年沉淀下来的那种分寸感。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成毅的台词是真的能 hold 住。你知道现在多少古偶是靠配音，靠后期救的，他这种能把台词自己咬清楚，还带着情绪层次的，在如今这个环境里，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一项基本功。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我开头那个假设的分量了吧？你换一个只有流量，没有这种表演厚度的男主来演雨丝凤，这个人物是立不住的，是空的，观众根本留不下来。这部剧走的压根不是那种靠开播3天热搜爆一波的路子，它走的是长期价值的路，靠的是慢工出细活，是把一个角色真真正正焐热。人和角色撞对了，这才有了后面的一切。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成毅熬了很多年才终于等到的这么一个机会。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有个角色让你把全部东西倒出来的劲儿，雨丝凤就是他那个出口。这种坚持真的不容易，走得慢一点没关系，能走到被人看见的那一天就值了。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那么回到最开始那个假设，换成流量男主，琉璃还能不能火？我的判决很明确，火不了这么大，火不了这么久，更绝对不会成为那种让人过了好几年还愿意翻出来一遍一遍重刷的剧。我这话不是说流量演员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雨丝凤这个角色，他恰恰需要的就是成毅当时那个阶段的沉淀，那股憋着的劲儿。是这个人撞上了这个角色，才有了那种化学反应。而且这件事对整个行业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它证明了一个特别朴素
可偏偏总有人忘的道理，内容能扛得住，标签就没那么重要。市场的偏见也许会迟到，但观众的眼睛不会缺席。懂他的人自然会懂，时间也已经替他证明过了。好，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但这件事其实还有另外一面。我这回重看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几乎没人拿出来聊过的细节，是关于程毅在某一场戏里的一个特别小的即兴处理，小到你不专门盯着看根本发现不了。可我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越觉得能看出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个我留到下期，专门给你拆一拆那个被几乎所有人忽略掉的几秒钟。咱们下期见。